封神之战中最为强悍的3位女神，连大名鼎鼎的战神杨戬都不是对手，哪吒来了也是束手无策。布下的九曲黄河阵更是差点让西岐全军覆灭，只有圣人亲自出手才能镇压。他们就是传说中的感应随侍3仙姑三霄娘娘，分别为云霄娘娘、琼霄娘娘、碧霄娘娘，结教通天教主的弟子，能凭借一己之力单挑12金仙的赵公明师妹。他们居住在碣石山碧霞洞，采天地灵气及日月精华进行修炼，还拥有师父通天教主赐下的2件宝贝，一件是金蛟剪，一件是浑元金斗，每一件都是3界赫赫有名的宝贝。其中金蛟剪乃2条蛟龙所化，采天地灵气，受日月精华，起在空中，挺折上下，头蛟头如剪，尾角尾如骨。纵然是得道神仙，也难免被2断。金蛟剪是一件杀伐利器，杀伤力堪称仙界第2，阐教12仙无不对此宝惧怕。赵公明就曾用此宝将燃灯道人的坐骑梅花鹿一剪2段。之后三霄娘娘大败9曲黄河阵时，放出此剪吓走路鸦道人，还曾以此宝攻击圣人老君，奈何实力不济，被对方挥手收落，最终如芥子落入海中，再无动静。金蛟剪的杀伐之力仅仅在传说中的诛仙剑之下。要知道，诛仙剑可是通天教主的成名法宝，布下的诛仙剑阵更是号称非4圣不可破。1对1单挑，手持诛仙剑的通天教主是无敌的。强大的法宝对于神仙的加持非常之巨大。赵公明之所以能单挑阐教12金仙，就是他手里有件顶级法宝，24颗定海珠，每一颗都包含一座小世界，催动起来威力无穷。后来被燃灯道人得到后，甚至拿他打翻了元始天尊，可见厉害法宝对于神仙的重要性。金蛟剪就是这么一件厉害的宝贝，催动之时化作2条蛟龙，天底下没有东西能防得住，就好似有着绝对剪断的特性一般，满天神佛都感到惊惧，也只有高高在上的圣人能对此满不在乎。而3小姐妹不仅有这件无物不斩的金蛟剪，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浑元金斗。此斗在开天辟地之时已经存在，玄妙无穷，可装天地万宝，且具有极为强不可当的收仙收物之犀利。金光一出，在劫难逃。由通天教主所授，与金蛟剪同为3仙岛2大镇岛之宝。三霄为兄长赵公明报仇，下山阻拦周军伐纣，摆下9曲黄河大阵，曾用此宝物擒住落鸦道人和杨戬，破了杨戬的8九玄功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封神西游第1炼体功法，是能肉身成圣的无上法门。齐天大圣也是凭借此法成道，能破开大圣级别的肉身，浑元金斗的凶悍可见一斑。金吒与木吒在他面前没有丝毫反抗之力，阐教的12仙人更是被一网打尽，困于阵内，并施法削去众仙顶上的3花，灭了胸中武器之道行，以致玉虚2代弟子们全体法力尽失，一落千丈。3花聚顶，武器招源，这是上古仙人所修得的顶尖道果，被削去之后，12金仙的道行大减，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再出世。这种毁人根基的强大法宝，吓得燃灯道人和姜子牙连正面对抗都不敢，甚是厉害。闹到最后，是圣人里的太上老君亲自下凡，用烽火蒲团唤出黄金力士夺去此宝，这才降服了云霄仙子。由此可见，手持浑元金斗的3位娘娘有多强悍。封神大劫里，3霄娘娘原本不想出山，毕竟他们没有业力因果缠身，住在3仙岛3仙洞，生活得很不错。只可惜赵公明被落鸦道人施法暗算，用钉头7剑书射死。这位可是3霄的亲大哥，如果不去报仇，那跟缩头乌龟有什么区别？更是对不起通天教主的教诲。截教就有这么一点好，那就是极其护短。3霄娘娘是很通情达理的，下山到商纣大营之后，直接就把目标对准了罪魁祸首路鸦和姜子牙，多次说明只要这2人一死，3个人就返回3仙岛。可架不住对方不答应啊！第1仗，3霄娘娘以碾压的姿态抓了路鸦道人。这位不是3教弟子，来历神秘，持有法宝斩仙飞刀，远古洪荒就已经得到，乃是玩火的老祖宗。依靠本体为火的能力，烧毁了符印逃走了。气愤异常的3霄娘娘就此摆下了9曲黄河阵，开始打持久战。可别看3姐妹都是女流之辈，大阵一摆，打得阐教弟子是鬼哭狼嚎。有理由相信，元始天尊阐教门下弟子个人法力是不如截教弟子的，如果没有法器，真的啥也不是。燃灯道人作为总导演，不仅没有破了9曲黄河阵，反而把12个师弟陷在了阵内，而他自己则精明得很，直接不入阵。实在打不过去，就请大师伯老子与师父元始天尊让这2位下山来破阵，能不能要点脸面？人家师父通天教主还没出山呢。圣人跟下面的弟子差距可谓是云泥之别，真是不要面子。3霄娘娘的能力出众，都是产自混沌的先天之灵，根基深厚，非同一般。
已然是在万年的修炼岁月中斩尽了3尸，抛去了6气，是3界之中最有希望成圣的几个存在。可惜本能的兄妹感情害死了他们。就元始天尊、老子的圣人境界来说，活擒三霄娘娘交给通天教主处理是最好的。但元始天尊和老子为了给自己的弟子出气报仇，居然痛下杀手。老子将乾坤图抖开，将云霄裹去了，压在麒麟崖下。元始天尊命把3宝玉如意系在空中，正中琼霄顶上打开天灵，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。又自袖中取一盒，揭开盖，丢起空中，把碧霄连人带马装在盒内。不一会儿化为血水，灵魂也是前往封神台。琼霄和碧霄就此封神台报道。云霄虽未死，但封神的时候却是3霄受封。封神榜可不是什么好去处，一旦上榜就受到玉帝钳制，修为更是在难以寸进。归根到底，三霄娘娘也没犯什么错，但逆天行事，阻碍3教封神大计。虽然是为哥哥报仇，但挡了路就是不行。而通天教主日后之所以跟同门反目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端倪。最心爱的徒弟们都被送上了封神榜，一向护短的通天怎么能忍得了？起初他还对自己的师兄抱有一丝幻想，毕竟3清同气连枝，一起修行了无数纪元，小辈之间的争斗怎么也得给点面子。可通天万万没想到，元始天尊这个家伙竟然一点脸都不要。你给法宝送神通都没啥，堂堂圣人竟然欺负小辈，还直接弄死了，这可就伤透了通天的心。后面操起诛仙4剑，就要给对面开瓢，甚至要毁灭世界，重炼地火水风。既然你不让我好过，那大家就都别好过。诛仙阵作为洪荒第一功法之宝，搭配其他3把宝剑和阵图，就能施展出3界第一阵法诛仙剑阵。原属于道祖红军之宝，后于分宝岩上散发宝物时而亲传于3弟子，分别是诛仙剑、戮仙剑、现仙剑、绝仙剑，催动起来威力无穷，是3界最强杀阵。单凭此阵，通天教主便坐稳了最强战力的位子。只可惜遇到4大圣人联手，这才遗憾落败。三霄娘娘封神之后，民间多有信仰存在，他们执掌混元金斗，而这件法宝乃是天下第一件净土，是用来给新生婴儿洗澡的东西，所以又有人称三霄娘娘为送子娘娘。无论仙人妖神降生都要从金斗转动，可天上的神灵又哪里有自在的仙人舒坦？3教共签封神榜的时候，通天就曾经跟弟子们说过，紧闭洞门，敬送黄庭3两卷，就是让你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，别去瞎掺和。真要去了就没办法了，身投其土，封神榜上有名人，那是必定得遭受劫难。上了封神榜，那可就身不由己了。封神大战不知道折进去多少赫赫有名的存在，结果最后不是上了封神榜，就是去西方当和尚。其中最鸡贼的就是燃灯道人，他是禅教的副教主，圣人之下辈分最大的存在。大战中见势不妙就跑路，遇见什么危险就让手下上。明明是参与了最深的一位，结果却毫发无伤，最后还去了西方教当教主。由此可见，三霄娘娘简直是太倒霉了，不仅所有的修行毁于一旦，也没能捞到什么好位子，令人是唏嘘不已。好了，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